好，那我們知道你剛才講不講？現在因為 AI 的話，我那個電其實非常高，你要講800伏特的這個直流電，那個整個壓進來，那可是它就有高溫，它會有高壓，會有高熔的這個問題。那以前我們現在台灣自己都可以做到嗎？我們現在被動元件這些廠商，我們都有趁這個機會把它提升上來。那這提升上來以後，是可以作為我們投資的標的嗎？我如果也比較好了啦，以這個大家都是記憶體，我們沒有龍頭嘛，然後我們也沒有領先的 HBM 都沒有，在被動我們的地位確實是比記憶體高但記憶體我們賺錢，因為我們做很多低階的，但是我們在這個被動上面，我們的龍頭就是比如像說國巨。它其實它的產品線因為一直不斷的併購，它產品線很完整。它除了它其實在坦值上面，它已經出到 NVIDIA 了。好，坦值不是 MLC， 它就是坦值電腦，就非常高壓。所以你看到它其實最高階它有出，然後中低階甚至電感電阻它都有。那台灣呢，這個像和生堂，它也有做這個高壓低熔的，很特別 specific for 這個 AI server 使用的。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過去可能這些東西都沒有人在用的那突然這個需求大增的時候，原來你已經導入的廠商就會有这個受惠的程度。那未來呢，我們看到就是說這塊的需求往上的時候，台廠其實除了產量，還有在產品的多樣性上面，其實都有它的優勢。是，所以為什麼你看我們回來看，就是記憶體是賺很多錢，我們沒人看好。但是外資一直不願意給他高的評價，他願意用 PE 去給美光，他到目前他也不願意用 PE 給我們的南亞科，但是國巨他直接用 PE 他甚至是用30倍的 PE 那想說哇，如果你不要用30倍，你用10倍的 PE 給南亞科，它就漲1倍了，所以你會覺得很不公平，但是這跟地位有關因為國巨它畢竟它是龍頭。對它合併的，所以我們在被動元件上面，它是有龍頭的。那比如像舉例好了，像我們最近看石英它也是像這種比較 Side-kit 的 component， 我們也有龍頭我們的經濟世界產能第一大，當然它跟第二大日商差不多，但是你看到我們在這些領域上，我們是第一名的在生產的產量或者是經營的耕耘，它都是40幾年的公司了，所以在被動或者石英其實我們是有龍頭公司的原來在這個投資上面，你是不是個龍頭公司？很重要，非常重要。為什麼龍頭公司有差別這麼大呢？我只要生產出來就好了。在外資上面，第一個龍頭公司才有比較多的 sales 才願意 cover。我們常為什麼要去看外資？像外資的報告比較香嗎？沒有。當現在全世界的東西，你要投資台灣的公司，當你沒有人寫報告的時候，他連投都不能投。就算我這個經理人，我手上有1000億。我想，比方，我覺得台灣有個公司好棒，我跑來看了10次，我好想買它。不好意思，你自己寫報告沒用，你要有一個國際有信譽的 Morgan Stanley JP Morgan 寫一篇報告，我就可以買了。所以你看他，比較大家都覺得說他寫報告是不是要出貨？对，有的時候他寫報告突然蜂擁買進，不是他跟人家講好，是本來就很多人準備要買，沒有人幫我做一個那個開槍的動作。對，所以你看那時候那個聯發科。因為之前大家有報告，但是太低了，對，目標太低，我不能用賣出報告來買進啊。那時候1800，高盛出個5000，對，直接到5000，才1-2個月而已，對。所以為什麼就是在所以外資報告這麼重要？有這種多頭或者是這個真的產業趨勢出來的時候，外資報告有用。他不是說這個人多厲害，比方他很厲害沒錯，他看到對了，但是他寫下去不是他自己買看到不是有這個錢他是。給了一個方向，讓真正有錢的人說：“我看到了，或者他本來就想買，我終於有 permission 可以買。”那你講到這個，我突然想到說，在我們的電腦展之前，摩根斯坦利跑到台灣開了一個所謂的 AI 台北的這個研討會，然後剛剛講他有500場的這個閉門會議，他說帶了600個這個所謂投資人，然後跟我們進行投資，這個也就是說，現在國際資金以前只知道台積電。那我透過這個閉門會議，那我讓這些國際的這些包括這樣的撰寫報告的人或者這些投資人，他們可以去了解，那以後他們就可以針對台灣這些除了台積電以外的 AI 供應商來寫他們的報告。那寫這個報告，這個國外的資金就可以進來嗎？是，而且其實以往來說的話，亞洲地區是有點封閉的，日韓台都一樣。你看長期之前，現在韓國當然飛天遁地飛天遁地，它槓桿大，但是它長期的本益比超低因為它龍頭是記憶體嘛
和這些。但你會發現，為什麼它漲幅這麼大、這麼兇，就是因為它過往其實外資進去，連我們在台灣人要去買韓股也很難都沒有管道。我們買日股還比較簡單，美股也簡單。那這也是一樣，就是當這個亞洲股市日韓台都這麼 outperform 啊。會就吸引到這些外資，他們大量的進來，我先了解嘛。我今天我就算不是馬上買，我也要了解啊。比如說我們台灣有什麼有導軌的龍頭啊，川湖那麼厲害，對吧？我們有鏡頭的龍頭啊，那個大立光啊，我們有 BMC 的龍頭啊，信華啊。我們台灣有太多的龍頭啊，就算他不買它，他也可以透過這個去看整個脈絡的流程。所以為什麼你看到像以往 Computex 啊，這次 Computex 也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對的，6000個單位，最多大明星來，不要講明星來，就像那個馬菲爾的，他說他已經20幾年沒有來過台灣了。他想說，你投片都投在台積電，你怎麼從來沒來過？你就知道說這個差距是什麼。就是以往呢 ，Computer 我們有時候看都是去看 show girl， 這是不一樣，這是真的是看眾星雲集。然後這個的黃仁勳還特別為台灣做。他的這個影片，他影片導入台灣的小吃啊，這其實他是對台灣，我們台灣的不管公司還有整個 ecosystem 是非常被重視。好，那剛剛講一路這樣談下來，就是未來的產量當然很大，應該講一開始是8倍，然後這麼大的一個產量，然後台積電就開始它必須要擴廠，而且他也意識到它不過廠，你只是逼着這些龍頭去滋養你的對手，它沒有第二個選擇，大家也在擴廠。那在這個擴廠過程裡面，當然有個基本的問題是電的問題，那再往下走。就變光通訊了，因為現在的傳輸的這個量真的太大了，800G 現在到了 1.6T， 搞不好還往上走。這麼大的一個量來講，銅真的不夠了嗎？那一定要進到光的世界嗎？那進到光的世界裡面，那又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這一切的源頭都是来自於台積電的進步。台積電的進步不是只有量，也不是只有跟客戶的關係，還有它真的是從比方說3奈米到2奈米，3奈米到2奈米，它電晶體密度多50%。那多50%，簡單講，就像內湖很塞車，車又多50%，那就爆塞啊！爆塞你怎麼辦呢？你要讓它，你要多建橋梁啊，你要調撥啊。所以這一次呢，從3奈米到2奈米，什麼東西好 ？PCB 層數變很多，对 ，CCL 那個從 N6、N7、N8、N9，那到了下一個階段 SOIC， 那就是光了。為什麼？因為呢，它有理論值哦，它電晶密度要增3倍。我增50%，內湖已經爆塞了，增3倍直接完蛋了，塞掉。那塞到什麼程度？塞到台積電會發現一件事，就是我空有這麼多的電晶體密度，我的訊號可能會傳不出來，傳不出來哦，傳不出去，或者是我傳出來就是跟原來一倍一樣啊，那有什麼意義呢？對，所以他自己要下來做光通訊的 chip 端的啊。我們現在講的光是機櫃跟機櫃之間的傳輸會衰減，速度會慢。這個是 NVIDIA 要擔心的，因為 NVIDIA 我做了很好的伺服器，結果呢，你老兄從機櫃到機櫃傳完，你把我的 performance 降，所以當它越來越好了，越來越高階的時候 ，VR Rubin Ultra、Fan 的時候，它要上光，用光插拔。那對台積來說，我晶片越來越強，我強到變3倍的時候，不好意思，我要變成 CPU、Silicon Photonics，我的晶片堆疊起來以後，做一個光斗，收光的訊號，然後呢，從頭到尾就不用同傳，對，所以這個是2個故事哦。但是同樣是解決什麼？解決未來電晶體太多、訊號太多、資訊量太多，我傳不出去的時候，塞車等於沒有增加。那如果你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那我幹嘛要去買Rubin Ultra？我幹嘛要去買台積電的 SOIC？ 因為反正原來就好啊，對啊，你的車子跑再快，你但是上不了路。所以以我們拜訪台積對他來說，這個是絕對要完成的。因為你不完成，那我推這個方案，人家問了，那我要你這個方案幹嘛？我乾脆繼續留在這邊好了，我做這個就好。對，那我們看，包括他們那個秦永佩也講，他們台積電高層講，他們的 CPU 是可以量產的，等於說他們這個 CPU 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嗎？其實理論上一定都是可以解決的，但是就是時間的問題而已。你看到像我們剛剛提到的是，假如 AI 大 booming， 實體 AI 大 booming。你缺貨，非得用的是我不能沒有嘛？比方我每天就現在已經要用 AI 了，我以後自駕車機器人，但是呢速度的問題我可以 delay。所以現在為什麼大家擔心就是說
光一定會發生，但是它可以快一點，可以慢一點。如果你成本太高，或者是你技術不 ready， 我還是要做，但我會慢一点。好，為什麼？因為我就繼續做我的。我舉個例子好了，像這一代的 Rubin， 這個 VR Rubin， 它本來就要它的電壓本來就要上2300瓦，因為 AMD 是2500瓦，他說我不能輸啊，結果上去以後發現不行啊，我整個沒有拉上來，所以他不是有一次像電車大跌，就是我降規一次，他把它降成1800瓦。对，好，我就散熱不要那麼需求啊，我跑没有。那這原因是什麼？我很想要這麼好，我可以跑那麼好，但如果跑不了哈，那我先降規，哎，我慢一點，就像他把那個所謂的 CPU 旁邊的記憶體減，對，意思一樣，我沒辦法，我降一點，但當我有的時候，我馬上裝上去，對，好，那所以說這些我們就要分清楚，就是那些缺貨的是我一定要有，我沒有我就 ES 了，那這個是一定會缺的，會大漲價。那像這種先進科技的，它就是我以後一定要達成，但是有可能會慢一點，但是一定会到。它的差別度是這裡。好，那在這個 CPU 的這個過程裡面，台灣的廠也只有台灣廠可以做得到嗎？其實 CPU 的協力廠商非常的多。那其實台積是很希望都是台灣人來幫助他的，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很明確哦，他不管任何比方 wafer 啊、hoop 啊什麼，他能夠的盡量都是用台廠。那而且他是 structure from beginning 嘛，就是從什麼都沒有開始建，所以說呢，你只要你能夠符合它的schedule step by step， 其實是可以一起開發。可是，在看 CPU 的時候，大家會有一個焦慮，就是 CPU 真的漲得很多，漲得非常兇，可它的盈利其實都沒有出來。對，所以這個是一個大家非常擔心的事。那這個盈利是到你終究會出來？那我太擔心太早，還是說它其實要等它盈利出來以後，你再進去還來得及呢？這一點就是在台股現在大家最痛苦了，一個台股5個世界，有最便宜的，這個賺很多錢大家有疑慮的，像記憶體或什麼的啊，有可能現在又賺錢又能被動，也有這種不賺錢，但是未來會賺錢的，一定會發生的。那現在經理人，哪怕是經理人都會有些比較 junior 會來問我說：“哎，你以前是怎麼克服這個難度？”我說：“我們那時候沒有遇到這種事情，不會很少遇到這種事情的。”一個台灣5個世界，我們只能說。放下你的成見，放下你要去體會說每一個 sector 有它個別的評價方式，好，它有它的邏輯，就是我覺得目前來說，其實並沒有到完全泡沫炒作，因為比如像 even 像 CPU， 它也是照邏輯來漲，對，就是你如果連做都沒做，比如像好了大立光，他就跟你講啊，我沒那麼快哦，我沒有這麼快哦，但是我有做，對。他其實是非常老實的，他一開始講完還跌停，但是你看他現在是大一直大漲，大噴出。他是一個很好的典範，台灣人典範，說我就跟你講，我有做，我沒有那麼快。那當你願意接受我的時候，你還願意買我股票的人，就是支持我的人。對，現在買他的人就不是以前可能只是想說哦，我要來炒一下。對，所以他法說沒聽到他聽了就跌停了，但到現在的時候，會買他的人都是相信他的，覺得說未來。它會 deliver，所以這是一個例子啦，就是說每個股票它的股性或評價是有它的模式，但是比如像現在你要考慮總經嘛，比如像現在大家擔心通膨哦，就美國通膨獲利太好，然後有可能會一次性升息，那會殺什麼？殺估值，因為升息殺估值，所以為什麼光跌很合理啊？因為他們是屬於本益比高的，對，好，那不代表他們不好，只是因為剛好它是在我們講的一堆族群裡面，它是貴的嘛。那它貴就有它的道理，但是它就會受到估值的影響，就是這樣。那你剛剛講的大立光，我覺得非常有趣，是大立光在現在這個技術裡面，他講那只有他會做，而且他是做的非常的精細。他現在真的大立光，因為他把他過去的光的這個所謂的那個所謂光學的能力，把這個所謂的光的那個精準的校正的問題，而且他說那個機台都是他自己做的。大立光真的現在在這個區域裡面，他真的有一個自己的獨門絕活嗎？其實他切的那一塊是很多人做的，我這樣講，但是他做的最精密，雖然現在還沒有最後 final， 但是起碼大家相信他很厲害。就像當初iPhone 的手機，很多人可以做啊，這個郁金光也可以做啊，但是最後他是 winner， 就是他其實就是大立光這個公司，就是他很早就開始蹲馬步做，然後呢，他秀給你看，我們從什麼樣開始準備。好，所以但是呢，如果你單純看它的那個 sector 國際啊或什麼，很多人都想切，因為畢竟這是一個很好拉 PE 的一個 sector 嘛。但是呢，未來
我們像法人，我們現在看起來也是投票他，是贏家的機會比較高。就大立光，對，是被看好的。对，但是他那個並不是說沒有人做的。像比如像說我們如果以台積端，比方你做光斗啊，或者說像你那個光測試啊、機台啊，很多都只有一個人做，那是因為太難了，而且你要跟台積一直合作啊，比方你要跟 NV 合作啊，跟台積合作啊，跟 Teradyne 合作，你的合作中間我不可能拉2個人來合作啊，我要先開發出來嘛。那 eventually 它會有第2個，但那個都已經到量產階段，就像 CoWoS 一開始只有台積嘛，那到最後他說好了，我已經做到 OK 了，那日月光所以這個 pattern 是一模一樣。那像大立光做的這個是本來就可能很多人準備好，都要做，但最後會有人勝出。那現在看起來大家覺得他，但其實我覺得大家覺得這個餅蠻大，所以其實光的其實都還在，只要有光的都在。對。好，那而且我在这次過程裡面，我才發現，雖然以前覺得這個比較低階或者很普通的東西。可是進到了 A 的世界裡面，哇，我覺得那個都會把自己的升級到非常高。你剛才講銅箔基板以前那個平滑的這個程度，甚至你剛才講那個載板裡面，我現在很多的通訊根本就在那個後面直接的用非常細的這個導線直接這樣進去。所以誰能夠掌握這些科技，就變成你要去了解這些科技，去掌握這些東西，你才變成你的投資標的。對，就是現在就是經理人或研究員很辛苦，就是他要研究新技術日新月異哦，一直有新的 spec， 而且導入時間比以前快很多。以前 Intel 是5年一個代，它5年有它有一個藍圖嘛，它不一定達得到。Apple 是1到2年一個代，現在 NVIDIA 1年一個哦，而且到目前都沒有 miss 啊。你看它那個 GB 200 GB 300，然後到 VR Rubin 啊。他不累，研究員很累。我講個最好笑的，他在台灣徵那個做 PowerPoint 的人，年薪600萬，對，而且他備註說要長時間工作才高壓。他是做宣傳的人，為什麼那麼累？因為他太多東西要宣傳。我一直推新產品，你要了解我推什麼東西，你還要想怎麼幫我宣傳，你還要做那個影片做 PowerPoint。你看，單去了解 NVIDIA 這個公司簡直是就是那個火車是高鐵這樣高。對。然後我要去敘述它，然後做給人家都要是高壓工作，你就知道我們這個研究人員也很累啊。對。那我剛講了，除了新科技以外，你還要去研究什麼東西開始缺貨。這個跟新科技沒關啊，是什麼產能的排擠啊？對。它缺了以後缺多久？漲價要漲多久？哪些會受惠？哪些會受害？你也要研究。所以現在的經理人跟那個忙得要死，而且以前經理人還沒有那麼看美股，現在美股、日股、韓股，對，那個晚上睡覺動不動拿起來，美股怎麼暴跌？所以現在老實說，現在是甜蜜的負擔啊，這機會非常多，但是呢，對經理人跟研究員來說，我現在已經沒有在投信，但我都能想象，他們現在開會可能一天要討論的事情是以前的10倍。对，我真沒想到說現在連日股的早盤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台灣，現在超聯動，超聯動。好，那最後我們要談到記憶體，就是現在記憶體這個缺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解決嗎？那另外一個我也非常好奇是 NVIDIA 的黃仁勳到這一次的韓國，那到我們知道他跟這個崔泰元非常密切的合作，這個所謂的SK 海力士。他們到底要幹什麼？他們要建構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所謂的 AI 生態系？那他們要去建構這個 AI 的生態系裡面，跟台灣有什麼樣的關係呢？其實這個分成好幾個。第一個就是為什麼會極度不夠，是因為所有人只看到供給。像 SK 海力士，他是說我2030年要擴1倍，照以前這樣已經算擴得很積極了，這個4年擴1倍都要崩盤了。但是因為現在需求太大，沒有人估得出來需求到底多少，估不出來都知道遠遠不夠，都已經幾乎都賣掉。那所以說，第一個就是像黃仁勳，他要 secure 啊，我一定要鼓勵你，不然的話你不擴，他不擴，大家都不擴，大家就塞住了。對，重點是我不擴，受害的不是他我同樣賣10顆，我可以賣本來1000塊，我賣到10萬了。你不夠，你就來跟我漲價，因為記憶體是會漲價的，跟那個 IC 不一樣，台積不能亂漲，因為它已經夠壟斷，它再亂漲，它會被托拉斯，所以它不能亂漲。那記憶體不是你要我不要它就大漲，所以。他不急，所以黃仁勳這些他們一定要去 secure 這個產能。第二個就是，其實現在看到的所謂的代理 AI，他這次黃仁勳不是在講說，我要 notebook 這個 desktop 就是在都要跑低端的，它其實最大關鍵是它不再是需要 HBM 而已好，你看到以前我們的超級，比方我們的電競電腦裡面有一個很厲害的 GPU， 配一個32G 的。快速記憶體就是 low power DDR7， 很快
那還有 CPU 有一個32，加起來才64，跑不了大模型。大模型至少就是要70GB，你裝下去70GB 才要跑。所以他現在是做什麼？就做把 GPU、CPU 整合在一起，然後給他一個大池子128G 的 Low Power DDR5。簡單講就是原來那個是法拉利跑很快，現在這是 LM 阿法運兵車，我可以運很多。那這塊嘞，本來大家沒有擴啊。大家要擴都是擴什麼 HBM 啊，大家擴都擴最快的啊 ，Low Power DDR7啊，誰會回來擴 Low Power DDR5嘞？所以為什麼你看為什麼摩根士丹利回來他本來不看好台灣的記憶體，他為什麼突然回來寫變看好？其實就是因為實體 AI 如果發生的時候，它可不是只有最高的，它這些中階的這個運算池讓 AI 可以。代理 AI 可以快速跑，這個都是 low power DDR5。因為你有提到，不管是機器人，不管是自駕車，你今天看到的這些，你實體上用到，它其實都要大量的這個記憶體。它不用 HBM，可是它的記憶體的需求是非常，而且它要客製化，它不再是像以前只是說那個隨便做一做。所以你看台灣很特別哦，台灣我們講台灣好了，台灣模組廠像宜鼎啊什麼，它創新高它是往新高大家想說他不是要買貴的，他成本會掉，為什麼？因為未來呢，你去客製化幫這些 AI 各種 AI 做客製化的東西，是一個很大的生意。每一個人要用的，可是不像以前一樣拿過來插就好了。我要 special for 代理 AI for 可能 for 你看最近像研華那些都漲的原因，就是因為未來工業電腦需求也很大。工業電腦裡面有記憶體都是客製化啦，他要照他的模組去做，他不是隨便做的，所以。為什麼比較就我們所知 ，NVIDIA 來找南亞科，也叫他去做 Low Power DDR5，就是他也要跟他 secure 產能，也要去做 customize， 他做出來就不是那種市場上賣，每天看報價或者是賣到逛逛商場，不是那個。好的，所以有人其實我昨天聽到明老師講過，就是說現在最不了解台灣價值的反而是台灣人。有時候你做了這麼久，你之前你學電機的，然後你做了這個投信的這個所謂的基金操盤人。台灣現在的這個整個的產能對全世界的地位真的這麼重要嗎？其實我覺得也不是台灣人不看好公司，是這個閒貨才會買貨人。我跟你講，會去酸啊或者去嫌的人，就是他一直很想買，他沒買。他如果我跟你講，如果真的是不 care 的人，根本不會看，他不會問的，他就一直覺得說你怎麼可以一直漲一漲？其實他就一定想買，或者他曾經在某個地方想買過啊。那其實台灣的參與度是高的。台灣呢，我們在2024年呢就已經有接近20%人投在股票了。現在我覺得更高，現在沒有統計。美國的儲蓄率才2%，超級低，所以他們股票漲跟他們只有他們的退休金有漲。對。那台灣是真的是大部分人都有享受到這個內容。那我覺得在台灣很好的就是說，因為我們的股票很多都是科技股嘛，電機股嘛，所以這些工程師現在我們看工程師的不要說外快了。他們的投資很厲害以前我們工程師把它歸類於是韭菜就是他可能都慢一拍可能看到業績好才買。現在不是，現在工程師比我們厲害但是他掌握第一手的技術，他知道台積要用什麼技術，台積要用什麼廠商，所以他們賺的可多了嘞。對，他們現在做那個做健康的，做健康的。所以簡單講就是說，我覺得在台灣是很幸福。我常常都跟人講，台灣的散戶。有送分題的新手村禮包，很多市場上全世界很多股票你進去很容易都被燙，因為都很貴嘛，或者是你要了解很多，比如像你要現在 SpaceX 要掛牌，你投 SpaceX 很厲害你很強但我問你，如果 Elon Musk 掛掉，你要怎麼辦？對，這公司就是在靠他一個人，所以如果我是美國的投信，我到底要不要投啊？萬一我的投資人問我說：“那他掛你怎麼辦？”你至少跌一半吧，因為這公司就是他的嘛，他色彩太鮮明了。那台灣為什麼我說台灣新手村？這台灣有送分題讓你刷寶的，就是台積電。你隨便買，閉着眼睛買，就隨便買，你就怎麼跌怎麼買，你不要賣就好了因為台積電第一個，它本益比又低，穩定度又夠，它訂單能見度廣，技術又穩定，它不管它現在就是以前天下無敵，就算有人來挑戰它遠遠還是超過別人的，所以今天呢，讓你可以有這個新手村，你可以一直刷這個新手的怪，哪怕你永遠不去做記憶體，不去做被動元件，不去做光通訊，你單刷一個你也可以賺大錢。所以我說
台灣的投資人其實是很幸福的，只是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是剛進這裡，我就想要去挑戰打怪、打 BOSS、打記憶體、打被動元件、打那個面板，你就從新手村開始。對啊，你就慢慢刷嘛，你刷到你有感覺了。其實我們台灣新手村很多講比較沒有這麼熱門的鴻海啊，他在這個 OEM、ODM 他也是超級領先的啊，他穩定度很高，本益比又很低啊。那比較高一點的，穩定度很高的台達電啊，日月光啊，隨便就來4支，是，對吧？都隨便給你刷，你就比方說我都其他這些高volatility我都不玩，我就玩這4個，好，逢低買，逢低買，逢低又買。那其實老實說，你要虧錢也是很難。是，好，那最後我就跟大家講，你當然現在的角色是投資人哦，就等於說這個基金操盘。我如果現在有錢，我现在我真的可以隨時進來嗎？而且我觉得你去清華也演講，你到很多地方演講，我現在到底還要我說保留現金是對的，還是我現在應該要積極投入股市？其實我覺得保留現金沒有錯，但是呢，你要有計劃規劃出你的投資的那個。其實我常跟那個人講，我就說，假如說你一年賺50%，那你連續12年都賺50%啊，那你的100萬會變多少錢？我就問那個50%的12倍不就600%嗎？600%就6倍嘛，所以100萬變600萬嘛。錯了，如果你每一年都賺50%，是變1億。一年50%的複利是100倍哦，不是6倍哦。所以簡單講就是說，如果你有這些新手村的可以刷，比方0050今年就漲50%，你就 miss 掉你人生致富的1/12。你只要掌握12次50%，你的資產就從100萬變1億。這是很基本的複利，所以你後現金沒有錯，但是如果當有機會的時候，你要記得，你人生掌握12次。為什麼12次是就50%的12次那50%什麼時候容易呢？你不要說追高嘛，比如說川普那時候那個關稅啊，或者今年美伊大戰啊，或者像這次說要升息，突然台指期跌停啊，那你有大殺的時候，你的現金要賺50%的機會其實就很高啊。那只要你掌握12次，就像我們講12次，它不是6倍，它就是100倍。所以簡單講就是說，你可以去存現金，或者是呢，你平均去配置你的資產。就像呢，我們常常講一個笑話，就是有那個單身的那個投資人，他說我脫離單身前，我每天買1股台積電，哇，他累積資產超過幾百萬呢，對吧？那很穩定，就是說這也是一個規劃，就是說你一定要有規劃，而不是說我單純只是怕。好，那有規劃，然後呢，你找穩定合理的標的，在台灣的市场其實非常的 friendly， 你就不要一定要去追最強的，那对你的資產來說就會穩定的增加。好，那所以就像婉諭講的，其實生在台灣其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你剛刚有碰到這樣的一個千載難逢的一個機會，而且我在這個過程裡面，我非常 enjoy 跟覺得非常開心是，我覺得我參與了台灣的發展。我參與了台灣的進步，那我在這個過程裡面，我也了解了整個台灣的先進科技在全世界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也覺得我學到很多，而在這個學習跟獲利的成長裡面，是同時取得人生哪有這麼多有趣的事情可以發生？對，非常謝謝婉諭，謝謝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们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君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8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对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
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